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国家主席令，委托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部分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宣布特赦。在首批特赦的人员中，有伪满洲帝国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曾经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宣统皇帝。1906年2月7日，爱新觉罗溥仪出生在北京什刹后海的这座王府里。溥仪的父亲载沣是大清帝国当朝皇帝载湉的弟弟。虽然载沣并不具备从政的智慧和魄力，但从父亲奕轩那里承袭了醇亲王爵位的他，还是成为了大清朝最为引人注目的权贵之一。溥仪是载沣的第一个儿子，他的出生给爱新觉罗家族增添了新的血脉。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却已经无法挽回地走向了穷途末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科技牵动的工业革命和以民主催生的政治改革在全世界蓬勃兴起。普鲁士首先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并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接着，俄国和美国又废除了农奴制和黑奴制度，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867年，英国实行了议会制度。1868年，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而这时，闭关锁国的中国却像一只沉睡在梦魇里的狮子，始终睁不开眼睛。で日本の場合はそれが清朝に比べれば、徳川幕府があったわけですが、あれも大体300年ですけども、清朝とだけ取り上げれば大体似たようなあれ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やっぱり中国の3000年来積み重ねてきた歴史に比べれば、日本の場合はやっぱりそんなに古いものを何が何でも守ろうとする力が中国よりはずっと弱かったと。だから割に、明治維新はスムースにい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ただそこでちょっと面白いのはさっき申しませんでしたけども、こんなことよく言っちゃいけないかな。だから日本は近代化に早く成功したように見えたけれども、実はあまりにも伝統が弱かったから簡単に近代化に成功したように見えた。ところがそれが浅かったから、結局その中から出てきた軍国主義みたいなものがああいう変な形で育っちゃって。1894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中国黄海水域与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发生了激烈海战。在大清王朝避战主和的政策下，当时堪称世界第一流海军的北洋水师全线溃败，日本人则乘势攻陷了辽南重镇金州和大连湾。
当北洋水师遭到重创的时候，慈禧太后60大寿的庆典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黄海水域的隆隆炮声被京室里的一片声竹管瑟之音淹没了。虽然大清王朝在6年前就以时间款处为由，禁止海军添置船舰和更新设备，但是慈禧太后的这个生日还是照样花费了1000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在当时可以购买20艘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至于慈禧太后修建私人花园的钱，则足足可以再装备3个北洋水师。此时的大清王朝就像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一艘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光绪皇帝显然意识到了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把因改革而强大起来的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情形描述给大清国皇帝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动心了。他决心效仿列强，推行新政，以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但是在这块守旧势力丰厚的土壤上，君子们跪着的造反并没有改变中国现状。光绪皇帝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性格方面的缺陷，注定了他悲剧式的命运。用唯物主义的讲法嘛，就是当时新的经济还很薄弱啊，缺少一个推进社会前进的，现在叫中产阶级了，或者叫资产阶级了，都是很比较弱小的。中国的革命呢，多半都是思想先行。因为欧风美雨，一种新的思潮进来了，再加上这种民众不满，社会矛盾很激化，在这个情况下边，因缘际会呢，革命就起来了。所以是一种早熟型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光绪皇帝的失败那是必然的，因为光绪皇帝是有其志呢，无其力，他没有这个魄力啊。这个另外就是当时的这个他的这个决策层。包括四章经，包括康梁在内，决策层呢，基本上就是想参政，就是已经参政了，但是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呢，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基本上是书生，就是当时就希望通过皇帝一个人的威权跟威信，发布一系列的诏令，就可以把改革推动成功。没有力量的诏令就等于是废话，所以很多地方督府都不承认他的，因为大权整个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边，而这个光绪皇帝呢，一听到打雷都要发抖的啊。同样的，对西太后的震怒呢，也同听到雷声一样，他都会发抖的。所以，怎么期望这么一个皇帝，跟一般的书生结合起来，书生之间的人结合起来，来推动个大的政治改革呢？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每天都要去没有任何职位的慈禧太后那里跪拜禀报，甚至连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都可以故意刁难皇帝。当皇帝的变法损害到太后利益的时候，慈禧怒不可遏地囚禁了光绪，以训政的方式重新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他在光绪年幼称帝的时候呢，那么就表示说要把自己的权利在光绪能亲政的时候还政，所谓叫还政嘛啊。后来也确实呢，他这个还政，但是应该说慈禧这个女人吧，那权势欲还是相当重的。
所以他真的从心里头他不愿意不愿意还政，所以那个时候叫什么后来又发生又发生戊戌政变以后啊，他又从这个还政没有多长时间，又从这个光绪的手里把政权拿回来了。拿回来了以后呢，那么光绪已经是成年皇帝了，这时候他不叫垂帘听政了，叫训政。说垂帘听政也好，训政也好，总之是他掌握权力。溥仪的爷爷纯贤亲王奕轩，早年曾帮助慈禧太后诛杀了咸丰皇帝临终时任命的8位顾命大臣中的核心人物肃顺，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铲除了最大的障碍，因此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后来奕轩又娶了慈禧太后的妹妹为妻，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结盟和紧密的血缘关系，在奕轩这一支宗室里才传言出了光绪和宣统2个皇帝。光绪皇帝没有子嗣，溥仪是光绪的侄子，也是慈禧太后的外孙。1908年11月13日，也就是光绪皇帝驾崩的前一天，重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在病床上走出了她在大清王朝政治棋盘上的最后一步棋，下诏让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的儿子溥仪承继穆宗义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条，即刻进宫。在光绪病重的时候，就把这个实际在这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培养这光绪的5弟，因为光绪是老2啊，是吧？老大呢早夭了，老3、老4都呢，几乎连名都没起呢就死了。那么下一个就光绪的下一个弟弟就是这个载沣了。是吧？实际上载沣呢是老5，但是并不是呢这个慈禧的亲妹妹她生的，她这个是刘家氏，就是一个侧父亲生的，但是毕竟吧有这种联系啊，而且载沣呢也是当年这个慈禧所注重的一个目标，同时载沣的指婚的对象是荣禄的女儿。叫八妞嘛，荣禄呢是慈禧看中的一个宠臣，所以他有这么些层的关系啊，不仅有奕轩的关系，这还有呢他的宠臣荣禄的关系。那么载沣和荣禄的女儿八妞生下的孩子老大就是溥仪，所以在那个历史上那个关键的时候啊，把这个溥仪扶上帝位，那有着这么深这么远的这种呢家族的这种背景啊，和慈禧有着那么紧密的联系。溥仪在这座王府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了3年，然而这种生活却被慈禧太后的一道懿旨给搅乱了。当让溥仪即刻进宫的消息传到醇亲王府时，王府里顿时就乱作了一团。溥仪的祖母当时就昏厥了过去，未来的皇帝则连哭带闹地拒绝离开王府。醇亲王载沣从他哥哥光绪皇帝的命运中早已领略了官场的险恶，因此他对于自己儿子的命运自然感到忐忑不安。溥仪进宫后，即刻被送到慈禧太后的面前。溥仪后来回忆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帷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慈禧姓叶赫那拉，16岁那年她被选入宫中，后来被大清王朝的第7代皇帝咸丰纳为妾，并封为宜贵妃。这个已经不再美丽的女人
对权力有着永不满足的野心。他一生挟天子确立了3位皇帝。第一个是他亲生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第二个是他的外甥4岁的光绪皇帝，第三个是他的外孙3岁的宣统皇帝，也就是溥仪。为什么一代一代他总是立幼君呢？就立幼君，他可以垂帘听政嘛，是吧？一代一代的连续垂帘了2次，啊，所以他就是实际上溥仪作为幼君，他当时呢还没有认为自己马上就会归了西天了，所以他还是想第3次垂帘听政。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不明不白地死去，紫禁城上空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光绪皇帝的神秘死亡使许多立志改良的人深感惋惜。他们认为，假如这位力求变法的皇帝能死在他的政敌慈禧之后，那么大清帝国的太阳或许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斜挂在天边。但历史没有假如。光绪皇帝死后的第2天，74岁的慈禧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即将全面崩溃的帝国残局落到了年仅3岁的溥仪身上。190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12月2日，在紫禁城阴气弥漫的太和殿里，大清王朝为新皇帝溥仪举行了登基典礼，并决定从1909年元月开始改年号为宣统。年仅3岁的溥仪被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抱着，放到涂金雕龙的玉座上面，以清王朝入关后第10位皇帝的身份，接受文武百官的祝贺。望着鱼贯而入的大臣们在自己脚下跪倒爬起，听着那些3岁孩子根本就听不懂的阿谀奉承，溥仪感到兴味索然。当冗长的繁文缛节和寒冷的天气彻底使溥仪失去了孩子的耐性之后，他本能地用哭闹来宣泄内心的烦躁。大臣们的3拜9叩一波接着一波，溥仪的烦躁也表现得越来越激烈。典礼在溥仪的哭闹声中尴尬地进行着。平日里就有些口吃的摄政王载沣急得满头大汗，他不断哄着3岁的小皇帝溥仪说：“别哭，快完了。”摄政王的话一出口，朝贺新皇帝的大臣们都感到十分惊骇，怎么能说快完了呢？他们忧心忡忡，长吁短叹，看来天意至此，大清朝真的要完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很快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在孙中山先生的引领下，继续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怒火犹如熔岩喷发一样滚滚前行，目标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恢复中华，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的。
那就是说汉族不能忍受这个满族少数民族的这种残暴统治，而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当时呢，已经不仅限于一种这个高度集权的大地主阶级的这个一种反动统治，而且它代表了帝国主义利益，它同时已经多了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边呢，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当时的普及力很强。帝国的斜阳依旧挂在天边，但却是一副夕阳晚照的景象了。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把振兴大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了溥仪身上。他精心为6岁的小皇帝选定了《皇朝开国方略》《圣谕广训》和《御批通鉴集览》等启蒙教材。隆裕太后希望溥仪能够像他的英雄前辈那样，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国家，做一个中兴大清王朝的皇帝。但是溥仪对他选定的教材根本就提不起兴趣。溥仪后来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对玉清宫的书本，并不如对玉清宫外面那棵惠柏树兴趣高。在玉清宫东跨院里有棵惠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喂它们，帮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那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1911年10月10日晚，聚集在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清王朝新军第8镇工程营的起义将士，首先通过中和门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第21混成协辎重营随即在城楼上和武汉佘山等制高点架起了大炮，向湖广总督府猛烈轰击。清王朝驻守在武昌军队各营中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响应。当时一个很初步的估计，新军中间可能有1/3都是支持革命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了。学堂中间学生的人数就更多。那么当时呢，为什么武汉又先动了手呢？因为武汉那个起义计划给破坏了，原来一个很严密的起义计划，那就文学社工进会联合组织的一个指挥部，有一套严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汉口这个倭族家的宝山里的一个炸弹案，炸弹偶然爆发了，破获了。彭立阳3烈士就牺牲了啊。那么这个革命党人的名单已经被抄了，已经到了这个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啊。这个就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改变了整个的历史方向。2000多年都是一个君主专业，都是一个皇帝的统治，集权统治。不管怎么样，这个皇帝是再也不能恢复了啊。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情况。当时呢，就是革命起来了，武昌起义成功了，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成功，而且很快的得到了各个省一个省一个省的，就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这个清朝政府正一个一个的下去了。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全城。
第二天，起义军宣告湖北省独立，并成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和外交等4个部门。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与此同时，全国18个省也群起响应，纷纷宣布背弃清王朝。这个消息使紫禁城里的皇室权贵们心惊胆颤，朝廷急忙调北洋新军前去镇压，但是被派往前方作战的军人根本就不服从满族统帅的指挥，万般无奈，朝廷只好启用已经被罢了官的袁世凯。袁世凯在光绪皇帝时代曾受命在天津小站招募组建新式军队。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并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事的诏书。当时袁世凯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幕僚徐世昌与维新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袁世凯甚至还做出了使用兵力诛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的承诺。然而在关键时刻，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在对比了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力量之后，又向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维新派的密谋，于是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彻底失败了。在1908年的11月，这个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就11月14日、11月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去世，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个权力的中心，好像一台机器似的，没有人能够去驾驭。但是在慈禧太后死之前呢，对后事做好了安排，也就是让载沣的儿子继承大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宣统皇帝。但宣统皇帝是几岁个小孩子，就让宣统的生父载沣为摄政王执政大权。载沣呢，他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因为在戊戌变法中，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背叛了光绪皇帝，后来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所以载沣呢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也就是想为他的哥哥报仇所以在他掌握政权之后，一上台就想除掉袁世凯，杀掉袁世凯。摄政王载沣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大臣们的赞同，他们认为新皇帝刚刚继位，就杀掉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对稳定大局不利。在反对声中，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最终失去了诛杀袁世凯的机会。但他还是以袁世凯久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理由，把袁世凯赶出了北京城。
被罢官后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省张德，在环水边的一个小村里住了下来。他每天泛舟垂钓于环水，并以环上渔翁自诩，但他的眼睛却紧紧盯着动荡变化中的时局。袁世凯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坛。说当时的这个整个国家的几个政治实力啊，几乎都希望袁世凯出山稳定中国的大局。首先是平定武昌革命党人的这个起义。作为掌握政权的载沣来说，自己又没有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没办法，他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被朝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在接管了大清王朝陆海军指挥权力后，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首先派人秘密南下和革命党人谈判，随后他又授意大清王朝驻外公使致电朝廷，奏请皇帝退位。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为自己通往权力顶峰的路上找到了一条捷径。1911年11月28日，袁世凯借助革命党人的声势，在紫禁城养心殿的东暖阁里，向隆裕太后提出了请皇帝退位的要求。溥仪后来回忆说，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店里除了我们3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的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在这样的情况下边，手头掌握的一支北洋大军，是当时最强悍的一支力量。他当然要有一种权衡了，就是或取或中有个权衡。一个就是忠实的跟着清王朝，当清王朝的勋章品，那个他是不愿意的。袁世凯这个人，当然这涉及到袁世凯整个人物的研究的问题，他不会忠心耿耿到这个地步，他是很精明的一个人。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的势力迅速由南向北发展。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全国。年仅6岁的溥仪，当然无法也没有能力掌控大清帝国的航船。事实上，王朝的千斤重担都落在摄政王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的肩上，而这2个人，男的才具平平，女的智慧不足。一对庸才的短暂合作，使得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加速走向了灭亡。面对革命党人的步步进逼，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已经是朝中无兵，国库无银，满朝文武大臣无不灰头土脸，长吁短叹。其实就是隆裕呢，
在这个是不是退位这个问题上，一开始是犹豫不决的，而且为此呢召开过御前会议。在这个御前会议上呢，这个像蒲伟，他当时呢就提出来不能退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袁世凯呢就让他的部将像段祺瑞等等，一共是47个人，联名通电，就什么呢？我们不打了，是吧？我们就要求共和，用这种硬的办法来逼一下隆裕。同时，他又采取了一些远招子。什么叫远招子呢？就说如果你要是同意退位的话，我一定争取一个很好的退位条件啊，比如这个皇帝的尊号不变呐，比如这个年俸400万两白银呐，你还可以暂时在宫里住，以后可以再移居到颐和园，等等，这是最主要的几条吧，还有其他一些条。总之就是用这个东西，让隆裕觉得呢，好像这个退位和不退位呢，这个区别不是太大。在这同时，他又那个用钱呢买通了这个隆裕身边的一个很宠信的一个太监，叫小德张嘛。这个让这个小德张去在做这个隆裕的工作劝他说是这个，如果你要不同意退位的话，这个革命军打过来，这可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要同意退位的话，共和也罢，是这个君主也罢，都差不多吧。1912年2月12号，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在紫禁城的乾清宫里举行了清王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隆裕皇太后对溥仪说：“他们都已携资走了，剩我母子2人还有何说？祖宗创业维艰，如今却断送在我们孤儿寡母的手里，制成千古憾事，将来有何颜面去对祖宗先帝？”我觉得清朝当时走向灭亡，这是一个当时中国那个社会潮流、革命潮流、时代潮流那么推动造就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就是溥仪也好，就是当时立一个长君也好，甚至于就是慈禧还活着也好，我觉得都阻挡不了了。清朝这260、70年的统治，一步一步的从兴起到康乾盛世，再到道光以后开始走向衰落，以后你统治的时候稍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兴，然后呢马上急转直下。而且呢，这些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些个洋人呢，纷纷的进来，这个中国被瓜分被这个走向殖民地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到了这个1910年、1911年这个时候，实际已经是这个清朝的这个灭亡的时刻了，谁也挽救不了。皇帝退位的诏书很快就由光绪朝状元张謇拟好了。退位诏书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人因一姓之尊荣，服赵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尽为海内厌乱妄治之心，远挟古圣天下为公之意。”隆裕皇太后在皇帝退位诏书上盖过钱宝后，禁不住痛哭失声。这位一生并没有得到过多少幸福的女人，以无限悲怆之情，为大清帝国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8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溥仪辞位后继续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待遇，皇室每年费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付，皇帝暂时居住紫禁城，仍可意使太监、宫女等。在溥仪退位后不到10个月，孙中山宣布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自己尚不能与之抗衡的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这个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把衣服一换，就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元旦，袁世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就职仪式，从此54岁的军阀取代了6岁的小皇帝。所以历史的活力就表现在这个活力造成那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呢，并不是每一个参与者原来预期的结果。孙中山也没想到是那么一个结果，袁世凯也没想到是那个结果。袁世凯可能最初的时候还认为他可以凭借这个北洋军阀力量把革命镇压下去，但是后来镇压不下去，没办法的，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边，只有接受了这个共和，而这个共和呢，又不是革命党一厢情愿的共和，其中最主要是包含了君主立宪派所要求的共和。君主立宪本来是想保持君主，君主保持不住了，那么就换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新的君主或者一个新的总统，那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边，有了自己新的空间，然后再做自己的某种选择，如此而已。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3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当时只有6岁的溥仪，说什么也弄不懂他这个大清王朝的宣统皇帝，这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前清逊帝。伴随着紫禁城的落日，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大厦，轰然一声倒塌了。中国长达2132年的封建社会，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